洛川送白纸前来退婚。瞧，那不就是宋家的那位未婚妻吗？居然一个人找上门来了。站住！来者何人？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也敢乱闯！洛川送白纸。这就是那个被占了正式风头的宋家小姐，她怎么一个人来了？难不成是来哭闹要公道的？转告谢老夫人，宋小姐，我们公子和李姑娘可刚摆了酒，您要是来闹事儿的，劝您……我今天来不为公道，只为退婚。谢石井其人，不派为我夫君。我的未婚夫君谢石井，在扬州城惹了庄风月，是个花魁，名叫李鹏鹏。洛川宋家小姐今日进京，大家快来赌一赌，赌这位宋小姐会不会咽下这口恶气，乖乖进门和花魁共侍一夫。我赌他忍。毕竟如今的洛川宋家不比往昔，早就落魄了，而谢家那可是朝廷的中流砥柱，他哪敢退婚？小姐，您当真想好了？再拖下去，实在是不成样子了。咱们两家原本可是预备年底就要成婚的呀。成婚？这桩婚事是他祖父当年强加给他的，他谢石井最是离经叛道，又怎会甘心娶我？谢小将军确实是个疯性子，也不知他发的什么疯，放着家里承袭的爵位不要，偏说要自己挣个功名。就因为捡了个狗啃样没法见人，他才硬生憋在家里念书。可谁能想到，等他头发重新长出来，他竟然真的中了举人。旁人10年寒窗苦读，他不过囫囵学了3个月，便差点摘了头名。可不是嘛，大家都以为他要一鼓作气进士及第，他倒好，突然就没了动静。在京城歇过一阵后，直接丢下一封家书，招呼也不打，就跑到那苦寒的边关参军去了。所以，他不想要的东西，谁也强求不得。这婚必须退。当初谢小将军一跑，谢家可是彻底急了风。他可是谢家3代单传的独苗，哪里经得起什么闪失？老夫人急忙写了信给驻守边关的崔将军，请求代为照看。好你个谢石井，让老子一顿好找！不好好考取功名，跑来当大头兵！二叔，我现在可不只是大头兵，我现在叫赵五哥，如今已经是100人长了，手底下管着110号人呢。您要是再晚来些日子，只怕我都当上1000人长了。回京之后，谢家请了最严的家法，把他打了一顿，可他硬是一声没吭。他连死都不怕，又怎么会怕挨打？他这样不桀骜不驯的人，又怎会甘心娶一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妻？那次挨打，他伤才刚建好，在祠堂罚跪，竟便又生了丰腴念头。士农工商，商排最末，我偏要好好瞧瞧是怎么个末法！我要敬上去！这回当真是把他母亲气得够呛。可谁能想到，他竟用1000两白银买下了长安街最高的酒楼，还改名成了望月楼，送给他母亲做寿。对啊，世人谁不知谢家主母闺名玉剑，正是天边一轮皎月。他这一招，直接让整个上京城的风向都变了。上京城里那些混不练的公子好多了去了，可哪有谢家公子这样干什么都出彩的？谢公子就是去乞讨，也能讨出一座金山来。可这谢家公子啊，真是什么都好，偏偏就是这婚事定得不好。哎，听说了吗？那洛川宋家的小姐不是就要进京了？进京又有何用？这桩婚事当年也是门当户对，可如今呢，偌大的门楣只剩下宋白楚这一个姑娘了。那宋家小姐祖上传下刀枪半点没学到，反而生了体弱的富贵病。要说这谢大公子，当真是少年得意，风流无限的，当真配得上骑马倚斜桥，
满楼红袖招这10个字。一个乡野孤女要配如今的谢家大公子，实在是高攀。你竟没听说，满大街都在传他同那花魁李鹏攀的风月事，这可真是羡煞旁人。那还要什么京城贵女啊？小姐，这些流言蜚语，咱们从离京80里外就一直在听，这一路就没停过。在他们眼里，我不过都是个落魄的孤女。他们谢家，这就是在故意羞辱您。小姐，属下实在不甘，那谢石井竟如此折辱您。断了也好，青山，有些事总要有个了断。这又是谁呀？这大中午的。宋家白芷。宋家？哪个宋家？我们京城可没听说过什么宋家。姑娘，大热天的，你到底找谁？大家快看，那马车上的纹样，一辆半旧的破马车，有什么好瞧的？那是烈阳化海，杨华烈烈如日焰，是昔日镇守边疆、满门忠烈的大齐宋氏一族的族徽啊！当年在京城，谁人不知，谁人不敬？宋家？难道是跟谢家有婚约的那个洛川宋家？烦请转告谢家当家，洛川宋家特来退婚。真是对不住啊，宋姑娘，让你在门外等那么久。这晌午真是炎热，下人们也是懈怠，竟让你敲2次门才接待，这就把他们罚了去。夫人言重，是我来的不凑时，扰了府里的午休。世人皆传宋姑娘长于洛川乡野，怕是不知京城礼数。今日一见，倒有些出乎本夫人的预料。白芷粗鄙，劳夫人费心了。肩膀垂下去，手肘端平。阿娘，我们洛川宋家是武将之后，为何要整日学这些繁文缛节？白芷，你以后是要做谢家尤二大夫人的，我才不想去。傻孩子，如今我们宋家败落了，若在从前，骄蛮破天去，也无人敢言。现在万事只能靠你自己。去，再取些精致的茶点上来。是。快让伯母好好看看，几年不见，我们白芷竟出落成这么水灵的姑娘了。可惜石井那混小子今日不在，不然真该叫你们见见。这些年啊，他也总是念着你这个在外的妹妹。伯母这番话倒是说错了，3样。哦，白芷何出此言？其一，我们两家非是几年不见，而是有10数年不曾相见了。自白芷父兄枉死，两家起初偶有书信，可后来谢家如日中天，我宋家偏安洛川，再寄给贵府的书信便再无半点回音。人走茶凉，白芷明白，倒也不怨。其二，谢氏兄尚未娶正妻，便与一花魁外室在四景巷摆酒成双，出入皆同，践踏我宋家脸面，如此不知礼数、不顾廉耻之举，岂是混小子3个字便能带过的？白芷，石井他不过是……其三，谢氏兄若当真实时念着白芷，又怎会让我沦为满京城的笑柄？自古婚姻大事，本该父母做主，只是白芷父母皆已亡职，不得不自己来走这一遭。伯母方才想必也听门房说了，白芷今日前来不为公道，只为退婚。宋家自愿退婚，
这自然是天大的好事。张尚书家的嫡女于景儿的仕途大有注意，我早就相中了，只是苦于老太爷当年的婚约，一直无法开口。可若是就这么退了，宋家3代忠良皆为国献身，如今只剩一个孤女，这要是传出去，世人该怎么知脊梁骨？骂我谢家无情无义？白芷啊，你和景儿这桩婚事原是他祖父在世时定下的，那时你尚在蟒堡，这婚约早定，既是责任，却也是拖累。担心你们2人性情不合，今后反倒成了怨语。伯母所言极是。如今你既有了退婚的念头，那今后可有什么打算？你一个孤女在这京城无依无靠，我家景儿行事虽狂傲了些，但人还算可靠。不若你们2人今日便结成异姓兄妹，往后在京城，谢家也名正言顺的有个照应，你觉得如何啊？真是好算计，又想退婚，又不想背上欺负孤女背信弃义的骂名。若当真替我打算，何至于等我主动登门退婚，才想起来打算？多谢伯母好意，只是我们宋家满门忠烈，男丁个个血战沙场，以身报国。这些年父兄故去后，白芷一个人在洛川，也惯了，也自在惯了。若是突然多个异姓哥长，性情又不合，反倒不习惯。他或许聪明绝顶，在某些地方小有所成，可我父兄都是为国战死，上为朝廷下护百姓，都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儿。谢师兄怎配为我兄长？他更不配为我夫君。奴婢还以为京都谢家是什么书香门第，没想到竟是这般有眼无珠。这婚退了也罢，只是我们小姐原是顶顶好的怒良。莫哭了，快擦擦眼泪。小姐，奴婢是替您不平。这桩婚退了便退了，可是这世道以后可怎么好？木屑雾烂，未尝不是好事。快吃饭吧，今天怕是来不及了，咱们明天一早进宫。进宫？属下明白了。说起来，当今皇后娘娘同夫人当年都是将门之女，原是顶顶好的故交。去见一见故人，也算圆了阿娘的遗愿。小姐，奴婢不解，夫人已经仙逝多年，当今皇后娘娘怎会突然大费周章的从洛川召您进京？当年我阿娘与皇后娘娘皆是将门之女，在闺中便是无话不谈的至交。只是后来我阿娘陪着我爹驻守古寒边关，而娘娘则嫁进东宫，做了太子妃。尊卑有别，山水阻隔，联系便渐渐少了。原来如此，如今娘娘上了年岁，想必是时常想起当年的旧友与旧事。所以娘娘才派人千里迢迢把消息递到洛川，叫我上京一叙。怎么回事？小虎，你怎么了？你别吓大姐姐！来人啊，快救救我弟弟！小虎，你醒醒！大夫，快去找大夫啊！这可如何是好？大夫赶过来也来不及了呀！你要做什么？别怕，孩子被东西卡住了。小虎，你
没事了，东西吐出来就好了。小虎，我的儿啊，这是怎的了？你要不过离开这一会儿，你怎么就变成这样了？这位大嫂，你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小娘子。方才你家孩子吃东西噎住了，脸都憋得发红，差点就没命了。多亏了这位小娘子，孩子才把异物吐出来的。就是啊，这小娘子年纪轻轻，本事却当真不小，真人美心善呐。要我说，你最该算账的是那边那姑娘，年纪轻轻不长脑子，逗别人家2岁的孩子玩，竟然喂孩子吃整粒的花生，这不是害人是什么？多谢恩人，多谢小娘子救了我儿的命啊！大嫂，快请起。举手之劳，孩子没事了便好。出什么事了？师姐，你可算来了！我只是喂他吃了几粒花生，谁知道他突然就噎住了，他们都在怪我。石井，他就是谢石井。谢石井，他不是应该在扬州城快活吗？怎会突然出现在这京城酒楼里？他身边这个女子，想来就是传闻中那位李鹏鹏了。罢了，我已登门同他母亲退婚，从此与他谢石井再无瓜葛。他是风流浪子也好，是盖世英雄也罢，于我而言，不过是个路人。多谢姑娘今日仗义出手，救了这孩童一命，在下。这位公子，男女有大品，还请自重，离我家小姐远些。这偌大的上京城，我谢石井何处去不得？平日里人人巴结，还未曾被人这样刀剑相及的拦过。有意思，当真是有意思。这般不畏权贵、气若乌兰的女郎，到底是哪家府上的？竟连身也进不得。大嫂，孩子喉咙刚刚被硬物卡伤过，这3日内务必只喂些软烂的吃食，且切记不能烫了，免得伤口发炎。多谢小娘子，民妇记下了。小娘子救了我儿，便是救了我的命啊！这镯子虽不值什么大钱，但也是民妇家传的，请小娘娘务必收下，否则民妇于心难安。若大嫂当真想谢，便将这颗板栗送与我，当是枕巾了，可好？好，恩人快拿着。阿昭、青山，我有些乏了，回客栈休息吧。是小姐。姑娘请留步。谢某今日刚盘下这望月楼，若是刚才在此闹出了人命，只怕往后这生意是不好做了。史才多谢小姐仗义相救，挽回了小店的名声。不知姑娘是哪家府上的千金？谢某定当备下厚礼。这娘子竟然是那个被我嫌弃、被我拖了19年、退避三舍的未婚妻。谢公子可听好了，我家小姐姓宋名白芷，出自洛川宋家，府上3代忠良，天下无人不知。师姐，她就是那个洛川来的宋家小姐，她怎么会在这里？原是宋家小姐，失敬。这上京城谢某还算熟悉，所有用得着在下的地方，宋小姐尽管开口。她怎么会突然来上京？难道是为了我那李盆盆做外山的事儿？可刚才酒楼里救人那出戏，当真只是巧合，还是她为了引起我的注意，故意设下的苦肉计圈套？石井，
这宋小姐可真是好深的心机。你自知在扬州接我回来玩的有些过婆，为了给老夫人赔罪消气，连家都还没回一步，只想着先盘下这望月楼。她一个刚进京的乡野丫头，怎么就这般精准地寻到了这里？莫非是她一路派人跟踪你，任身风巧日，特意设局来纠缠你的？宋小姐，扬州之事，在下确实有些荒唐。但你若要讨要公道，也该去我谢家府邸。你这般费尽心思的寻到我这新开的铺子来，我家小姐今日登门，已与谢家退去了婚约，如今男女有别，谢公子还请你自重。退婚了？宋家退的，谢家被退婚了。退婚了！退婚了？这是时候的事儿？左不过一个时辰的事儿。谢大公子若是现在肯屈尊赶回家去，恐怕还能听个新鲜热乎的呢。谢郎，外面日头毒，风也大，咱们快回去吧。培培在那边备了你最爱的茶水呢。事情走到这一步，宋谢两家过往恩怨便算彻底斩断了。公子上才谢我，实是谢错了。刚才那幼童卡后事关人命，白芷出手相救，只是为了那孩子，与公子并无半分相干。公子不必记挂。至于这位夫人，想来夫人未曾生育过，不知其中凶险。花生这类不易嚼碎的小食，还是等孩子大些再喂食，免得今日险情再次发生。小姐，那李鹏鹏无名无分，你还称他夫人？谢石锦既选择李鹏鹏，或许是真心爱慕，或许是为了他那素来离经叛道，想在京城特立独行的性子。总归他没有选我，称他这外室一声夫人，已是我洛川宋家给他们谢家留下的最后的十足体面。洛川宋氏女宋白芷叩见皇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好孩子，快起来吧，抬起头来，让本宫好好看看。倘若我的阿娘还活在这个世上，到了这个年纪，约摸也就是皇后娘娘这个样子吧。真像啊，白芷，你的眼睛真的很像沈辣子。沈辣子？好久没听到有人这样叫我阿娘了。皇后娘娘如今高居后位，却还能这般亲昵地叫出我阿娘当年的魂名，只这一句，便叫我想哭。好孩子，到本宫身边来，陪本宫同坐。多谢娘娘厚爱，只是臣女自幼粗鄙，如今身处深宫大内，断不敢有丝毫僭越。臣女站着倾听教诲便是。你这性子，规矩学得比你阿母当年还要扎实。罢了，本宫这里没有那么多拘泥的死规矩，你自在些便是。本宫今日召你来，是听闻了你同那谢家公子的事。本宫且问你，你今日去谢家，可曾用了那道义旨？回娘娘，臣女没有用。娘娘说的这道义旨，是我阿娘当年强撑着病体，特意替臣女求来的。是啊，当年你父兄刚刚在边关扩事，偌大的宋家瞬间凋零。你阿娘看尽了这世态炎凉，深知人心易变。她虽觉得谢家这门亲事极好，却也怕你今后受了委屈无处诉冤，这才拼着最后一口气上京来求了本宫。阿娘用心良苦，这道义旨本是许臣女今后若是不喜系谢家，便可无条件退婚；若是已经成婚，必可凭此旨意与谢家和离，且免受世俗非议。此事极其隐秘，除了娘娘与臣女，这世上知之者甚少。只是臣女也未曾料到，还未拿出义旨，
婚事便已轻易退掉。谢家如今如日中天，当真是把当年的恩义和风骨都丢干净了。退了也好，沈麻子的女儿，她谢时辰不配娶。好孩子，这些年当真是苦了你了。本宫虽执掌中宫，可谢家如今在前朝根基深厚，党羽众多，本宫即便有意想为你出头讨个公道，也是有心无力。你莫要怪罪本宫无能。臣女怎敢？娘娘能时时念着我阿娘，召臣女入京相见，臣女已是感激无尽。况且谢家如今虽然富贵已极，但在白芷看来恐难长久。娘娘实在无需为臣女之事在前朝与谢家起嫌隙而费心。哦，白芷，此话怎讲？谢家公子的那些事迹，臣女来京时的路上也曾听过一些。他少年得志，却是人中龙凤，干什么都处处出彩。可惜他却心智不坚，为人好大喜功。他去读书，中了举人便弃了；他去参军，当了百人长又走了；他去经商，挣了银子买下酒楼便又丢开了。干一行成一行，却也弃一行。他如此行事，全凭一时意气与喜好，焉能长久？谢家有此继承人，走下坡路不过是早晚的事。好，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眼界竟如此通透。你既看得这般开，本宫这心里也算放了心。不过那谢家放着不管也罢，任其自流。可本宫与你娘亲相识一场，今日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受了那花魁的欺辱。本宫替你除掉那个李鹏鹏，如何？这条路我从未想过，但我父兄战死沙场，是顶天立地的英魂，杀一个无权无势只想活命的风尘女子有何用？人往高处走，他不过是在替他自己打算罢了。这件事归根垫底的根源都在他谢时景身上。如今臣女既已退了婚，前尘往事便一笔勾销。好孩子，这些日子你也受罪了，且在这凤仪宫里安心住上2天，让本宫好好疼疼你。臣女遵命。好孩子，这屋里也无旁人，在本宫这里，你便莫要叫什么娘娘了。姨母。哎，好孩子，往后就该这么叫。来得好，宋家姐姐，接本皇子一招。哎呀，我不知道你不会武功，对不住。阿姐，这2天你没告诉我母后那件事吧？真是对不住你，我不知道你半分武艺也不会。你的胳膊现在没事了吧？还疼不疼？武殿下言重了，白芷哪有那么娇气？再者说，你阿姐我可是学医的，这点小伤真没事。没事就好。阿姐，你快尝尝这个糕点，这可是我特意打发人去望月楼买的，你且尝尝，全当是我伤了你，给你赔罪的。望月楼，好吃，多谢五皇子。阿昭，你且替我将这些糕点收起来吧。望月楼，
那不是谢石井买下送给他母亲做寿的酒楼吗？武殿下真是有心了。哪里，我也是自己亲自尝过觉得好，才拿来给阿姐的。阿姐喜欢就好，往后我还给你带着望月楼的糕点。阿姐，我真是该死，你和那谢家公子的事，我平日里只顾着在演武场忙着练功学骑射，宫外那些乱七八的传闻我向来不关心的。你怎么也不早点告诉我？怎么了这是？什么早说晚说的？那包糕点，我竟然买了他家的糕点拿来送你，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是那种人，更不知道望月楼是他开的。阿姐，我对不住你。我当是什么天塌下来的大事，这有什么的？一切也都过去了。何况那也确实是很好吃的糕点，武殿下不必为此介怀。这怎么行？阿姐，我这一次两次的对不住你，你是我母后请进宫里来的贵客，我又亏欠了你2次。你放心，今后在这京城里，本殿下肯定跟你站在一头，替你撑腰。武殿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其实那酒楼，阿姐，那姓谢的混蛋有眼无珠，咱们不要也罢。我把你林哥哥介绍给你做夫君吧，他可比那谢石井好上10000倍。倒也不必。阿姐，白芷阿姐，我没骗你，我林大哥人真的很好，你只要见他一面就知道了，绝对比那姓谢的强100倍。多谢殿下美意，但是确实不必了。我困了，小殿下请回吧。白芷阿姐，别走啊！我林大哥真的很好的，你考虑一下呀。这个武殿下当真是个不省心的，越说越不像话了。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跟防贼似的。奴婢隔着老远就听见武殿下在外面扯着嗓子，直嚷嚷什么林大哥。你还笑？那小殿下也不知是哪根筋搭错了。听闻我退了婚，竟然急吼吼的非要给我做媒。做媒？武殿下亲自做媒，这感情好啊！能被皇子看上并如此推崇的，定是人中龙凤。小姐，他究竟说的是哪家公子啊？他口口声声只叫着林大哥，连个全名也不报，我哪里知道是哪位？姓林，在这京城里能让骄傲的武殿下心甘情愿叫一声大哥的贵戚，可真是不多。小姐，您心里当真一点也不好奇？林大哥，林大哥，你那林大哥到底又是哪位？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能让你这般挂在嘴边。今日这琼华宴说是赏花，其实还不是皇后娘娘为了给宫外的世家公子和姐妹们牵线搭桥。若是运气好，被娘娘想中赐了婚，那可真是麻雀变凤凰，天大的喜事了。小姐，这些京中贵女自打您住进凤仪宫后，那眼珠子就恨不得粘在您身上。由着他们看上去，咱们只管吃茶便是。光是干坐着有什么趣儿？不如咱们玩击鼓传花吧。怎么传到他那儿去了？她就是那个洛川宋家的孤女。我真好奇，一个没落宋家的孤女到底哪里来的天大本事，竟然敢主动把谢家的婚事给退了。久闻宋白池姐姐祖上是镇守边疆的猛将，姐姐自小出身骁勇，定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这些久居京城的深闺女子，平日里只知道绣花弹琴，今日难得雅兴，姐姐何不做支剑舞，
也叫咱们姐妹们开开眼界啊。小姐，这位是户部张尚书家的嫡女张小姐，就是谢老夫人原先最中意的儿媳人选。也难怪她今日要当众对我发难，这天之娇女怎能咽下这口气？多谢张姑娘抬爱，只是白芷自幼身子骨弱，向来是不通武艺的，这剑舞当真是不会。哦，白芷姐姐既不承承祖上的骁勇技术，那看来姐姐何不赋诗一首，也让我们这妹妹见识见识洛川的风采。白芷确实粗笨，不通诗书，但这管竹箫是在夏兄长生前手把手教于我的，里面是他最喜欢的曲子。此曲名唤破阵。这是什么曲子？父兄凌云志，今生是我平生痛。青史几笔，埋尽英魂。洛川宋家手边半生，早被京城忘得干净。洛川一役，我朝军队击溃敌军，那一战将士死伤无数，我父亲身受重伤，濒死之际，他瞧见乱石野滩中有一朵野花染血傲立，以此给臣女赐名白芷。我白芷在，宋家就在，烈日旗就在。纵无男丁，家训不绝，谁敢说宋家亡了？宋白芷在此，尽管赐教。宋家有女宋白芷，出身将门，外柔内刚，有青云之志，实乃天下女子之典范。今本宫代天家收宋白芷为本宫义女，列入皇室族谱，赐封号昌平。儿臣叩谢母后隆恩。小姐，哦不，公主殿下，自打琼华宴上，母后昭告天下，册封了这昌平的封号。这上京城的风啊，真是一夜之间就彻底变了。可不是嘛，如今宋家小姐一朝名扬天下，想同公主结亲的名门公子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帖子是一沓一沓的往咱们凤仪宫里送。雪中不见宋炭，井上总有天花。这些趋炎附势之徒，本就是世间常态。阿昭，把这些帖子都退回去吧，本宫身体不适，一概不见。殿下，奴婢明白，只是这其中有几封信是谢大公子谢时景亲自写的，指名道姓要亲电给您。奴婢方才看了一眼，大意是说他绝不承认这桩婚姻作废。不承认，由不得他不承认。阿昭，你亲自出宫一趟，将这道已经由谢家主母画押按了手印的范皇退婚书原封不动地送去给他。是，奴婢这便去，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脸面来纠缠。至此，你我之间彻底再无联系，再无瓜葛。母后，上京城的繁华，儿臣已经看了太久。如今冬雪已至，儿臣该回洛川了。那里有我父兄的阴魂，那才是白芷的家。好孩子，本宫知道留不住你。洛川虽苦寒，却也是你最自在的地方。这杆长枪，乃是本宫为出轨在战场上杀敌时所配的兵士。今日，本宫便将它赠予你。今后若是能再上得一回战马，驰骋沙场，本宫亦无憾了。儿臣定不负母后重托。白芷，
谢公子，男女有别，如今我家小姐更是当朝公主，还请谢公子自重。青山，请谢公子退下。白芷，你我之间，何至于闹到今天这般田地？我今日来，真的只是想同你说几句话。真是有趣。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初见的那天也是个大晴天，那时你又是何等骄傲，如今却沦落到这般摇尾乞怜。前些日子的琼华宴，我当真没有想到你的箫竟然吹得那般好。我的箫一直吹得很好，只是你从来都不屑于知道罢了。当年我在边关，常听将士们吹破阵。15岁离家参军，为躲家里逼婚，我特意绕路北行，没去洛川见你。若当年我不任性，哪怕只是路过洛川，早早识得你，我们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谢公子，这世上从来就没有如果。这算不算是我的报应？你无非是错过了一个我，这算不得是你的报应。你不喜欢家里安排的康庄大烙，总想要另辟蹊径。可人生的成功，贵在坚持。你纵有才华，却事事半途而废。你想要的一切，从来都来得太容易，正因得来太易，你从不知珍重，半分美好都留不住。此去天涯路远，与君各自珍重，后会无期。谢老爷，也别让小人为难。我家尚书大人说了，两家联姻本是结秦晋之好，可贵公子闹出的荒唐事，如今传遍了整个京城。张管家，石井一时糊涂，被那市井女子迷了心窍。老夫已经重罚过他，两家婚约乃是早前定好的，岂能说退就退？哼，谢老爷，我家姑娘乃千金之躯，如今谢公子闹得满城风雨，我家姑娘难道还要与那等物色共侍一夫吗？这亲事是万万成不了了。逆子，丢尽颜面的逆子！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我要见石井，石井救我！见少爷，李姑娘，你还有脸见少爷？若不是你在望月楼闹出那等不知廉耻的勾当，谢家何至于沦为京城笑柄？我是石井最爱的人，他答应过要娶我的。你们这群奴才，怎敢这样对我？哼，最爱的人，老爷亲自发了话，派人将你这狐妹子强行送回扬州四景巷的旧宅去。放我出去！石井，救救我！我不要回扬州！李姑娘，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谢老爷子亲自定下了死命令，你李翩翩今生今世不得再入京半步，更休想道进谢家主家大门一步。婆婆，婆婆，少爷，李姑娘已经被老爷送回扬州去了。什么？我自己做的荒唐事，何苦连累到一个女子身上？我去找她。老爷说了，她不见您，少爷您别难为我了。呵呵，掌控一切，我到底掌控了什么？青山，停车！殿下，这笛声好生耳熟啊！这样好的笛声，我只在琼华宴上听过。那日琼华宴，我困于宋家没落的凄凉，幸得他笛声破空，渡我出深渊。今日便以此曲相谢。
闻得宋家小姐当朝平平公主殿下今日出京回乡，在下特来此相送。多谢公子特意相送，只是白纸冒昧，至今还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如何称呼？宋小姐，你可记好了，在下姓凌，单名一个渊字。凌渊，难道他就是武殿下口中那个？阿姐，姓谢的不好，我把我凌大哥介绍给你吧。原来是凌公子。此去山长水远，然山海可平，路有穷尽。宋小姐慢走，你我二人后会终有期。